你明明觉醒了喝酒就变强的九剑仙系统，却穿越到了个禁止饮酒的剑宗当中。宗门弟子飞出任务还不得随意外出，这导致原本废物的你变得更加废。直到这次你获得了外出采购的机会，于是你便下山喝了个酩酊大醉。怎料回宗时却意外闯入了宗门小师妹的房间，伴随着数道响彻云霄的尖叫，几乎整个宗门的人都被惊动，而你被一众女弟子们扔到了广场之上。这也能睡得着，属猪的吧？这不是落月峰神月女帝的弟子顾长歌吗？这小子今天抽什么风？宗门禁止饮酒，他不单喝了，还醉闯我们落霞山，沾了小师妹。落霞峰冰清玉洁的仙子们，你们不是高高在上吗？咋被这个废物钻了被窝了？姐，听说我的小师妹清白没了，看她那副羞愧难当的模样，难道传言是真的？不会吧，醉成这样，这废物能干得动？你懂个屁！酒后才是最持久的，不要说一个，换做我10个一起上我也能抗。一群老色皮侃侃而谈，忽然间就蹦出了一些虎狼之词，诸如鱼水之欢、比翼齐飞、琴瑟和鸣之类，传到落霞峰众女耳中，个个都羞愧难当，害臊了起来。大河之剑天上来！愣住干嘛？乱剑！英雄，一路走好，我们会记住你的。下一秒，顾长歌气血翻涌，酒劲炸裂，红光满面。什么情况？果然梦里什么都有，刚还梦见一幅仙女沐浴图，现在还梦到来了仙女亲临，何不与吾共饮之？顾长歌醒了是醒了，不过酒没醒，依旧放荡不羁，潇洒自若，与仙女同案而已，同床而卧，一直都觉得自己这是在做梦。来，与君歌一曲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我操！本以为顾长歌吃不了兜着走，谁曾想他们心心念念的小师妹往人家兜里走。他想要挣脱顾长歌的束缚，只发现顾长歌身上竟涌现出一道道灵力，将他死死压制住。外界不是传他没什么修为吗？我可是筑基期啊！刘角慌的神眼中惊愕不已，情急之下张口就咬。好口，我接了。刘角美眸瞪圆，大脑当场宕机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只有小鹿在乱撞。好，这么完事吧？你牛逼！你姿色不错，连我还有点异动，今晚留下来当我的压床夫人吧。你无耻！我只对喜欢的人无耻。刘九的俏脸瞬间红了，刘九更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直白的情话。顾长歌，放开小师妹！在我的梦里，天大地大我最大，没有人能命令我。无耻之徒，今日老娘要取你狗命，快越斩！什么？一起上！是一起出手。鲜艳的彩裙漫天飞舞，时不时乍现的晶莹肌肤与酥胸，充满了诱惑。如此群仙乱舞的景象，有那么一瞬间，顾长歌有种回到10年前的东莞的直视感。想要借此削弱我的意志，这个梦怎么有点真实了？九天玄上，化为水泪，煌煌天为一见女之。这是落霞宗的最强绝学之一，神殿玉美真绝剑，威力若发挥到极致，可斩元婴修士。顾长歌这次完大了，不死都难。各封数千弟子惊骇，感觉头皮发麻。杀我，怕你还没那个本事。我有一剑，开天门。这家伙在说什么废话？一剑开天门，乃我太玄宗至高剑诀，为宗主继承，人才可修炼。你去偷呢？少唬了，安心去死！见到万古之夜，只看剑开天门。天，这世上真的有天门！一剑开天门，那是通往那梦幻仙域的神门吗？好令人向往。众人俱惊，数千弟子皆面带惊恐之色，遥望空中的那道天门，以及那把主宰天地的神剑。此时，太玄宗一个个封主输出，下一秒剑来。我败了，竟然败了！顾长歌刚才那一剑令人心急，让他低下高贵的头颅，平凡到了骨子里，就连道心都出现裂痕。
一口逆血喷出，随即便晕厥了过去。一剑将落霞峰削平了，太玄宗要变天了！一剑开天门，好一个一剑开天门！乃宗主亲传弟子都不一定能施展，这等天资足以惊世。这家伙不会是传说中的扫地僧吧？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，他都这么强了，那他背后的师尊神月又当如何？想到这里，他们都感觉头皮要炸裂。不仅仅是落霞山的女弟子，就连刚才离顾长歌最近的女主都被震一招就差点毁了整个落霞山，且还让大师姐受创，晕死了过去。这灯徒子太强了，嘿嘿，果然梦里什么都能干，这酒喝得爽啊！顾长歌放荡不羁，心情舒畅，简直就是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只想让这个梦不要那么快醒。又喝，快阻止他，不要让他喝下去了。年轻人就是好，到头就是毒。你的威压降临而下，是师尊苏醒了。刘九美眸盯着落霞山深处，俏脸上也是浮现一抹震撼，而后担忧的看着地上烂烂的着他还能活命吗？不对，我怎么会担心这个该死的家伙？这就是紫霞女帝的真面目。你们给本尊一个解释吧。师尊，您要再晚点出来，恐怕我们落霞峰就要被他给毁了。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好戏越来越好看了，紫霞女帝都被惊动，这小子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怎么会是他？他自然知道神月几年前带回来的一个弟子，当初他还感觉挺奇怪的，怎么会收一个天资如凡人的弟子？当场还嘲笑神月喜欢小白脸。简略说说事情吧。闻言，柳如月精神一振，并把顾长歌如何上了小师妹的床，以及如何将柳如雪和落霞山断崖的经过一一陈述了出来。但是他自己在月光下袒开胸脯的过程被他一概略过。我们落霞山弟子一向不染红尘性风，如今竟然被这家伙打破了，请师尊赐他宫刑之死。此话一落，所有男性的手都不由我，就连紫霞脸上都浮现一丝尴尬，显言有些微服。自己这二弟子可真敢死。我落霞峰并非不近人情，幸好此子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就先把他关押在后山，日后待神月师姐回来再做定夺吧。师尊，就这样算了？为师自有分寸，带下去吧。且慢，这是执法峰的大长老君如龙，他怎么来了？大长老，这是何意？师妹，我执法峰乃执掌太玄宗一切法语技，还望你能把他交给师兄。师兄年纪大了，不会脑子也糊涂了吧？他乃神月师姐唯一的弟子，就算他擅闯我落霞峰，也该由我处置。师妹何必发怒？我不过是公事公办。面对紫霞的气势与质问，君如龙十分强势，并且还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大成七气机，与到紫霞峰相对。太玄宗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由你执法峰说的算，这是我落霞峰的事，师兄还是请回吧。师妹此言差矣，此子违反门规，擅自喝酒，还偷学宗门无上剑诀一剑开天门，就凭他喝酒一事，我就有权利管；偷学禁忌剑诀，我更要管。总之，他的事本座管定。口说无凭，就凭你一面之词，难以服众吧？紫霞娇哼一声，剑芒满布的眸中闪过一丝深藏的杀机。此言差矣，我有人证。如果师妹不信，我们可以对簿公堂，如何？此话一落，全宗弟子都微微诧异，难道这顾长歌真的偷了宗门无上剑诀？如果让我发现那人做假证，本尊当场劈了他。紫霞语气强势，身形一闪，一袭仙衣席卷地上的顾长歌消失在了天际，朝执法峰的方向飞速而去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梦做的真稀奇，刚还在山上，现在就来到了大殿。梦里还有这么多人，有趣有趣。说着说着，顾长歌傻笑了起来。酒过千杯不知醉，拔剑狂舞龙蛇飞。平步青云凌绝顶，电光火影响惊雷。整个大殿之上，所有弟子和长老们都面面相觑，就连紫霞和君如龙都有些。这小子好像陷入一种很美妙的意境中啊！此子天资不凡，居然在梦里领悟无伤剑意。龙泉酣畅饮，狂舞八神仙，剑走河谷指，风随李拐颠，微醺交戏海，似醉莽翻渊，久负英雄气，豪情自古连。刚吟完，强大的剑意袭刺之，无尽剑意在周身流转，像是在翻转天罡。你是一个喝酒就变强的穿越者，却穿越到一个禁止饮酒的剑宗当中，如今却有人污蔑你偷宗门剑诀。鸡汤来了！我操你妈！老子梦里我最大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敢说！哼，这回你记住了吗？顿时全场鸦雀无声，嚣张！他
太他娘的嚣张了！顾长客，你目无法纪，违反宗规，擅自喝酒还打人，你该当何罪？你是谁？我顾长歌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我乃执法殿13长老刘选，顾长客，你简直目中无人，给我跪下，接受本座的审判。执法殿是吧？审判长是吧？你们这群蠢东西，就是你们制定的那个破门规，让老子偷偷喝了5年的酒，每天都担惊受怕。5年，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5年，他居然偷偷喝了5年的酒，还没被发现。哼，去你妈的审判长！在太玄宗，没有人能审判我。长老，顾长歌已经把陈师弟打成什么样子？您千万不要放过这个狂徒啊！长老，陈师弟好像快没气了。什么？顾长歌，给本座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我顾长歌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年轻人，我劝你不要太年轻，这里可是执法殿，执法殿懂吗？我管你什么执法殿，就算宗主来了，惹我不爽，我也当即赏他一个大逼斗。哼，你当真无法无天？老逼灯，这一巴掌，我想印在你脑门。这一天，我想了很久了。顾长歌敢出言不逊，不进女帝掌门，还敢打长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顾长歌，以你现在的行径，我萧峰已然无需作证了，有种我们上生死擂台，让我为宗门清理你这个孽贼。萧峰长相清秀俊逸，但比起屏幕前的于燕，还是稍逊色一些。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空间绝后的炼气期。等等，是你污蔑我盗取宗门剑诀的？污蔑顾长歌啊，是个男人，我们就要敢做敢当。如今你所作所为已经足以去死，还需要我拿出证据吗？好，区区一个炼气期，敢污蔑我？我污蔑你？如果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亮出证据，给你讲道理，让你输得体无完肤。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你们相处，可换来的确实污蔑，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磅礴而不可宛如天塌地裂，瞬间潮水般席卷而下。姐，给我讲道理，让我告诉你，实力才是真理。他居然在如此年纪达到了元婴期修士，他竟然突破元婴了。要知道，达到元婴期的年轻人，在这一统8部，也仅仅只有那几位绝世的序列天骄才达到。他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差？姐，在我梦里装逼，得看我答不答应。顾长歌，你不讲规矩。规矩？你居然给我讲规矩！萧云是我哥，你这么对我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萧云是谁？顾长歌，你想杀人灭口？你连死在我手上的资格都没有，只配在我脚底下摩擦。顾长歌，放开我，否则我哥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还有呢？你居然废了我的丹田！顾长歌，够了！我者皆是我敌。凌冽的剑气对顾长歌宛如惊涛骇浪般陡然爆射而出，周身领域随之展开，将周身1尺内的众长老们全部包裹，瞬时开决，1尺为定。1尺之内是我的世界，谁动谁先死。快退！长老们怎么了？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，看到众长老双股打战，还汗流浃背，都感觉到不可思议。够了！直接将朝顾长歌强势我这是怎么了？刚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呢。顾长歌浑身一颤，酒终于醒了，他只记得自己在上山好像喝酒不断片，然后差点走火入魔，神志不清。为什么除了醒来这一刻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喝个酒有这么严重吗？连紫霞师叔和执法殿大长老都被惊动了。各位，你们这是？顾长歌，你屡犯门规，残害同门，酒醒了也该服罪了。住手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掌门师妹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这时，君如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个认真的陈述。听完，旁边的紫霞面色很不好看，这位师兄也太较真了，居然把刘九被钻被窝的事情也说了出来。
这是丝毫没想过给他落霞峰留颜面。回禀掌门，此子屡犯本归废同门弟子丹田，毁人仙土，罪不容恕，足以证明此子心性歹毒，应罚杖3000棍，且逐出宗门。掌门师姐，万万不可！顾长歌乃神月师姐的唯一弟子，若是如此，他回来定然会雷霆一怒。叶清仙、紫霞、神月乃太玄宗并列的绝代三叔，三人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，绝世的美貌当真无人可及，自然身份地位也不是一般人可比。和叶清仙说话不卑不亢，站在同一水平线上。师妹说的没错。掌门师妹，此子不法，难以服众啊！又将至于我执法峰的规矩何在？法纪何存？哼！规矩那是你执法殿的规格，我乃一宗之主，难道我的话还比不上你们执法峰所谓的规矩？在他看来，一个18岁的少年能释放出渡劫期以上的剑意，这等天资，这等潜力，远远大过这执法殿所谓的规矩。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，实力可以代表一切，唯有实力才是最好的证明。顾长歌的剑域力量能够抵达渡劫期，堪称绝世妖孽一部。这种天才不去好好培养，还要去惩罚，逐出山门，这些人的脑子装的是豆腐块吗？掌门，今日之事的确是弟子喝多了，酿成大祸，我甘愿受罚，离开宗门。逐出山门，姐，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啊！你是喝酒就变强的穿越者，却穿越到一个禁止饮酒的剑宗当中。逐出山门，姐，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啊！不可以。掌门师妹，不管如何，喝酒擅闯落霞峰，轻薄女弟子，盗取宗门无上剑诀，此事总要有个交代吧？这很简单，本尊收他为记名弟子不就好了？顾长歌，你可愿意拜本尊为师？掌门，我愿意。掌门之恩，如再生父母，恩同再造。顾长歌一把鼻涕一把泪感动道：“这不是装的，而是有感而发。只要入了云霄仙宫，到时候就谁还能阻拦我喝酒？试问谁能？执法殿也不行啊！掌门，那萧峰丹海被废一事，一个练气气的卡拉米，废了就废了。至于你最闯落霞峰一事吗？就看这小丫头自己的意见了。本尊很痛恨男的钻人家小姑娘的被窝了。你别怕，本尊不会以对他们的方式对你，你尽管畅所欲言，他任凭你处置。这事要不算了吧？顾师兄也是醉酒无心。我操！就这样算了？那之前擅闯落霞峰的弟子被揍了道心崩塌，算怎么回事？天赋绝世，背景无敌，果然可以为所欲为啊！小师妹，你放心，师兄会对你负责的。谁需要你负责的？好了，此事就告一段落了。师兄，既如此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追究了吧？掌门师妹，你都如此说了，师兄 What can I say？ 紫霞师叔，今天的事冒犯了，改日我等会上落霞山向您亲自请罪。那紫霞师妹，我们就告辞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护你吗？请掌门明示。本尊虽贵为太玄门的掌教，却不能让宗门的人都服从。在108座主峰上传承无数，各大峰主各怀鬼胎，这仙宫下的水也快淹了上来。将来的事无需跟你讲太多，你只需要记得5个月后会迎来50年后一场宗门大比，前5名可入剑帝秘境。剑帝那可是超越渡劫期的存在啊！我希望你在宗门大比中能够夺得入剑帝秘境资格，好吗？听闻宗门内各大神峰天骄如云，弟子怕有心无力啊！何况我神月师尊也不知道我拜你为师的事情。你无需担心，等神月师姐回来，我自会向她说明一切。好了，打一件开天门施展给我看。我操！啊这！顾长歌惊讶一声，其实他哪会什么一剑开天门？不过昔日一次醉酒，无意看到了神月在练剑中施展了一招恐怖的剑诀，在醉梦中无意中施展而出。放心吧，我不会问罪你的，施展出来给本尊瞧瞧。行。一剑出，天门开。就这，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看这个。叶清仙顿时失望至极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顾长歌的表演。顾长歌羞愧难当，就差找个地方钻进去了。有酒吗？怎么的？我有酒，你还有故事不成？要是今天不把一剑开天门给本尊施展出来，看我不把你从云霄仙宫扔下去，摔死你！就在叶清仙生气的同时，一个念头从脑海中闪现：酒，对，就是酒，他才有能力大闹落霞峰。当即一拍手上的碧绿剑，顿时一幅佳酿出现在顾长歌身前。男人嘴里喝了82年的假酒，看到眼前的美女就想。我要，给我，掌门快给我！给你，你倒是说清楚，把什么给你啊？叶清仙一愣，随即反应了过来，玉手一拍，3壶酒同时出现在顾长歌身前。痛快，畅快！掌门，你是不是想要？
我现在是你师傅，反了你。我是说，您想不想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一剑开天门？掌门，你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这样啊。叶青仙脸上的红霞瞬间收敛了起来，他还以为顾长歌对他借眼邪邪，借酒搭坡呢。剑者无隐不才会，剑气冲天壮胆气。这是要变身了吗？看到顾长歌浑身散发的滔天剑意，叶青仙眼中色彩亮丽，期待地看着他。无身如剑，可斩天上日月星辰。这剑意震惊我2年半。剑芒天使天为摇，日月星辰芒咒涛。剑使。虽然顾长歌没有施展出真正的一剑开天门，但这一剑的利益却一点都不逊他，这让叶青仙心中瞬间讨喜，像是捡到宝一样。与此同时，108座主峰的峰顶和心动，心中同时一震，一道道体认的神光横飞，出现在了珠峰上空，仰头注视，眼中难掩震撼。剑起渺渺峰峦，遥见凡间纷飞若飞，百花谢，大梦四长歌。人比人气死人，感觉自己在顾长歌面前好像一个废物。不对，就是一个废物。除了修行时间长点、修为高点之外，他哪里都比不过顾长歌，更像是平平无奇的凡间女子，心中生不起半点高傲。醒了，告诉我何为剑道？剑道者，人在剑在，无身如剑，剑如本身，人剑合一，则无敌。哦，好一个人剑则无敌。何为剑修？执剑者就是剑修了吗？剑道意境锋芒毕露，剑气、剑心、剑意、剑势，剑体者勇往直前，无畏一切险阻，杀伐中成长。就算前方是黑暗深渊、龙潭虎穴，也敢独闯一方。剑随人心，便剑心，人势越强，剑势就越盛，剑意越纯粹，意境则通天。剑道乃是皇皇大道，剑修者心中必有一把剑，或无畏，或仁义，或胸怀寰宇，或心系苍生。道心不迷茫，剑心就不会迷茫。顾长歌朗声讲述，叶青仙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感觉顾长歌讲的相当高级，似乎另有感触，甚至身上油然而生言之又绝的奥秘。我操！我不就随便瞎扯了几句小说中的东西吗？这是叶青仙的无上剑体被触动的东西，他乃天生绝世剑体，出生便亲临无上剑道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太玄门诸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。嘿嘿，剑体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言？很好，你对本宗的无上剑诀了解不全，待我传你真正的一剑开天门。谢掌门。人剑则无敌，人剑则无敌啊！这种利益很好，希望他能助本尊突破剑道之谷吧。历时3个月，顾长歌和叶青仙收徒起来，两人各有所得，彼此碰面时都能从对方身上感觉到微妙的变化。跟我来吧。精气简直要化成水了，这就是掌门的后花园。这个小世界是瑰宝啊，在这里修行事半功倍。那里有个药园子。我操！九叶天仙兰，这是万年朱果、10万年火玲珑、9色神台莲、不死花、长生仙之草，这些竟然都是传说中的顶级仙药。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公主，原来云霄仙宫上藏着这么一座。说它是传说中的仙家福地，也不过如此吧？这简直就是仙域。哼，看够了吗？嘿嘿，够了够了。虽说你现在剑道无双，天资非凡，但以后你面对的对手也会很强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在这里修行到元婴后期再出去吧。好的，掌门。说着，顾长歌就盘坐了下来。虽说他醉酒无敌，但是自身的修为也得跟上才行。而此次机会对他来说，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
强哥，你突破了。侥幸到了元婴中期了。元婴中期，这当初本尊从元婴初期到中期也用了1年时间，这才过去10天，你就突破了。掌门，我感觉我的身体要什么？莫非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我感觉我要出来了，要突破到元婴后期了。不行了，我要继续闭关了。啊，这叶青仙差点一口血吐出来。掌门，你怎么了？我要突破你，不应该感觉到高兴吗？啊，这没什么，明天你就回落月峰吧。本尊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冥帝掌门咋了？咋还变脸了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这么快就要赶人走？果然女人心还挺真啊！思来想去，顾长哥都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。已经100多天了。小师妹还在等你的小情郎。大师姐，你休要胡说，那家伙拿走了我的东西，我不过在这里向他讨回罢了。小师妹害羞了，就因为他说了你等我3个字，就让小师妹在这里等他这么久。那小子要是还不回来，二师姐就带你去元霄仙宫找掌门评评理。不，说不准人家正在修行之中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小师妹倒是挺体贴人家的，这才多久就开始护着人家了，恋爱脑果真逆天。师尊曾经禁止我们外出是有原因，这儿女之情太影响到心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要是那小子忽然回来，我们在这里会妨碍人家的。见两人离去，刘九不由叹息一声，眼神有些飘忽，再次向云霄仙宫的方向望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是神月女帝的道场，为何闯入落月峰？别，九儿师妹，此方空无一人，不如我们吃肉夹馍吧。什么空无一人？我就算是逢上都不给你，还有长歌师兄很快就回来呢。那小子，我们找的就是他，别以为躲到云霄宫后就万事大吉了。劝你们快离开。你们还别说，九儿师妹生气的样子更加风韵犹存。要不就让师兄们陪你玩玩，这样你也不会寂寞了。无耻！九儿师妹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拿下他，带回去嘿嘿嘿。可恶，这些混蛋！难道我今天要落入他们手中不成？小师妹，随我们回天玄峰吧，我们一定把你捧在手心的。大梦长歌，一线天涯。你不能杀我，萧云公子马上就要出关了。萧云是谁？萧云公子乃是我天玄峰第一绝世天骄，位列太玄门天骄序列第10。你废了他弟弟萧峰，他不会罢休的，等着吧。太玄门第10序列天骄吗？我可以不杀你，但你回去替我给天玄峰所有人传话，记住，落月峰乃我神月师尊的道场，不是什么杂鱼都能上来的。今后任何人都不得擅闯这里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就杀进天玄峰，踏平你们的道场。一语化怒，雷霆乍现，苍穹震荡，言出法为，令天地。年轻这一代倒是一个比一个狂啊！看来这次宗门大比可有好戏看了，呵呵。踏平我天玄峰，神月的弟子狂妄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九儿小师妹，那日醉酒冒犯，本来很想跟你道歉，就是在云霄宫待了久了点，还望你不要介怀。看到眼前的男子笑容灿烂而阳光，人畜无害，刘九也是一愣，这还是刚才那个杀伐果断的人吗？怎么眨眼就判如两人了？相比之下，更喜欢现在的顾长歌。都过去了，就不用再提了吧。嘿嘿，好，小师妹就是大度，以后若是有人欺负你，跟我说，我护你一辈子。呀，哼，我可没有原谅你，你让我等你，一等就是3、4个月，你太过分了。你一直在这里等我？看到顾长歌一副茫然的模样，刘九小脸更红了。难道那日自己会错了意？气急之下，小手一摊，避重就轻，转移话题。我是来拿回我玉簪的，给我吧。就为了一个玉簪？这下刘九小脸又红了点。这顾长歌直接把自己的意思给错会了，以为顾长歌是在责问他这来要玉簪的。刘九脑海中不由浮现昔日的画面，不由想起自己一丝不挂，就被一个男人莫名其妙的钻了被窝，乱作一团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东西，你是不想还了吗？酒，这是酒。
这该死的家伙，早知道就不给他悄悄带酒了。不还就不还嘛，要是你喜欢，送你也可以。嘿嘿，好久没喝酒了，得喝酒压压惊。与此同时，席卷天地，如同形成了龙卷风。终于到了化神巅峰了。常年他这样天旋风弟子们的佩剑自古出现，环绕他出生的房顶盘旋3天3夜。他天生剑心如玉，更身怀屠灭剑体，可容纳无尽剑气于体，而且在3年前就把天旋风、阵风绝学、无上绝学剑4项剑学艺大成。正是因为这逆天，才让萧云强势崛起，过关斩将，成为了太玄门序列排名第10的绝世天骄。而且想要成为序列之位，必须在每10年的宗门大比上头角峥嵘，夺得魁首，才能资格挑战那10大序列。可想而知，这含金量有多高。狗作者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回家种牛，一直拿我在这里水时长是怎么回事？我操！嘿嘿。醉酒佳人陶红面，不忘烟雨交台休。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脸如虬蛴，齿如护膝，琴手峨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南国有佳人，容华若桃李。小师妹你好美。话落，刘九玉容一红，怦然心跳，小脸上的红霞熠熠生辉，根本挡不住毒鼠这个男人的魔力，夹杂着酒香侵入他的鼻息，让他一阵意乱情迷。有才，还这么会聊，简直让他受不了。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，不对，是第2次如此被撩动心扉。上一次还是几个月前，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内心该勇敢如何，还是抗拒。师兄，你又喝醉了。月下一壶酒，醉卧佳人怀。来来来，我们再饮，喝酒就能忘掉一切烦恼。哼，不，这不可能。刘九又羞又急，他曾经听闻男人最容易酒后乱性。半个时辰后，仰躺在草地上，手举酒坛邀月。醉酒后的刘九也唱醉成痴，静静地躺在你胸怀，一只脚搭在膝盖上，轻轻地摇荡着。师兄，你眼睛里好像有光哎。不但有光，还有你。长歌师兄，你醉酒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仿佛有一股令人无法自拔的魔力，引人忍不住走入深渊。嘿嘿，意思你说我是魔鬼了？看到近在咫尺的美女，顾长歌心中莫名有种冲动。此时两人都喝醉了，说话都有些飘飘然的样子。长歌师兄，你父母呢？在这个时候，除了师尊，我哪有什么亲人？想不到师兄和我都没有父母，你也应该很孤独吧？刘角说着，头偏了回去，睡了过去。而他的话却触动了顾长歌的心。妈，你们还好吗？顾长歌仰望星空，似要穿过无尽星域，到达那星空的那一端，回到父母的身边。而他就这样呆呆地仰望星空，渐渐地陷入了沉睡中。你可算是出关了。这是谁干的？那顾长歌仗着有掌门撑腰，不但废了风师弟的丹田，还杀了我们好几名师兄弟。你可要为我们讨回个公道啊！你说你们去过落月峰还不止一次。是啊，萧云公子风师弟被废，掌门处事不公，我们就想去好好教育一下那顾长歌，为他讨回一个公道。孩子，你这是想毁了我天玄峰吗？萧云公子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？你知不知道，就连我们师尊都不敢轻易上那落月峰，你们怎么敢的？就凭你那空前绝后的炼气期吗？你们知不知道顾长歌的师尊是谁？要知道，3年前那一战在萧云脑海中还历历在目。天玄道人和神月女帝不知何时在落月峰起了争执，两人打到出手，道心都受崩了。这场大战因为被两人提前封锁空间，所以才没有传出来，但还是被在外的人尽收人。不就是神月吗？早就游历大陆去了。神月师伯的名字也是你能提的。李老师，求放过。滚到落月峰山下，一步一叩首，一步一叩首，向别人赔罪。算了，我不放心你们，我也去吧。你此生我的心渴。恭喜宿主宿醉100亿，领悟山海剑心。山海剑心，苍生有难，山河同悲。配合九仙剑意推动剑意之下，元婴期修为需要7分醉意，不同悲意之下，可斩渡劫巅峰以下一切敌。这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掌门弟子。萧云挥手间，相比林玉在接触顾长歌的时候猛然被打开，这时就在萧云一道道银的剑气交织在好强的剑意，难道是以酒入道？
睡着也好，我正好试探你一番，看你有何不同之处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我看你们看过几本四象之力。好惊世骇俗的建议！萧云感觉头皮爆炸，灵魂都在颤抖，连忙收手脚。只见顾长歌体内3道泡泡般剑芒如大海。是萧云公主的声音。落月山下，正在向上山叩首的韩愈等，差异看向天空，只见3股剑芒直冲云霄，撕裂苍穹，天门洞开，星辰熄灭，当场吓尿了。出手的正是紫霞。只见他灵光一闪，来到了顾长歌近前。当发现旁边有自己炼制500年的千日醉仙酒居然出现在这里时，当即脸色沉然了下来。就算自己都舍不得喝，这里居然出现5坛。看到这里，他都有种脑充血。强大的大神压下。3重剑意，紫霞女帝震惊。要知道，她现在也不修炼剑魔经，还修炼出双重剑意。杀了他，夺取剑心。紫霞体内传出另外一个声音，神色忽然变得狰狞起来，身体居然不受控制。闭嘴！别挣扎了，在你修炼剑魔经的时候，我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。还有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如此护着小子，无非想从他身上找到斩我之法。别妄想了，在你衍生出我那一刻，你就永远摆脱不了我。我只会一步步蚕食你。你休想！你是紫霞师叔。师尊，这酒是我偷的，不关顾师兄的事，还请您不要责怪他。我说过要责罚你们了吗？谢谢师尊。宗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都给我待着就行。这个紫霞今天有点反常啊，脾气好的不真实。这次宗门大比还有15日开始了，这段时间就不要节外生枝了。紫霞师叔，我会的。这次宗门大比后，落霞峰看来就要没落了一段时间了。怎么，紫霞师叔，你对如雪师姐没有信心？太玄门藏龙卧虎，以他现在的修为，连前30都很难进。他们有这么强？宗门大比事关重大，不单关乎各大神峰资源的分配，还决定序列之争，更牵连剑地传承50年的安宁。神峰之间又要发生争夺了，这关系到各大神峰的未来走向，若封甚至连传承都保不住。有这么严重？要不这次宗门大比你来我落霞峰吧？我操！只要你答应千日醉仙酒，我不收回。嘿嘿，好的。哈哈，如此甚好。这段时间九儿就留在这里陪你吧，他乃剑道之体，你可要好指点指点他。谢谢师尊。刘九闻言大喜过望，本还以为偷酒一事会被关禁闭，想不到自家的师尊变得如此通情。而顾长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总感觉有股不好的预感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半个月后，我们飞云峰见。曾以此身不外事，我的心渴了。怎么宗门钟响了？师兄，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？嘿嘿，怎么会？小师妹，你这次可要争口气啊！落霞峰能不能扬眉吐气就看你了。好。比赛大家可尽情发挥，亦可喝酒助兴。请问女帝掌门，弟子是否拥有向他封弟子问剑的资格？按照规矩，在历届宗门大比上，你可以挑战任何神峰的弟子，但需要征得对方的同意，才能够与之交手。柳如雪，听闻你是落霞峰最强，你应该知道本姑娘是冲你来的。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可以挑战我。当然，至于你是否具备这个勇气，那便是你的事情了。柳如雪不过刚达到元婴期，看来落霞峰当真后继无人了。回想100年前，落霞峰的冷玉儿是何等绝世，差点把各大神峰天骄打断层了。就连曾盛极一时的绝世天骄凌风，一身修为都被废了。两峰可是结下了很深的仇怨。挂神器代表不了什么，再如何，雷师兄你如今雷神诀大成，这舞台也该受我们雷神峰的了。林曼，你先了峰就是为了折辱落霞峰而来。
多说无益，战亦或不战，本姑娘给予你挑战的资格，这份资格你可以拒绝，只要你说一个不字，这场比试便可略过。不如再由我带到师姐一战吧。师叔，请赐予我力量吧。不要束缚自己，强者对决，刀剑长眼，就算出现伤亡，也在所难免。一个不顾宗门规矩、烂醉货色，也敢挑战本娇女？神月，嗨嗨，落霞峰，顾长歌。你是落霞峰的弟子？林曼眉头微皱，落霞峰是无人了，在太玄门年轻一辈，他没有听说过这1号人物，竟然派一个不知名的弟子上场，这是放弃了吗？仙疗峰，林曼，请赐教。天，这是天生剑体。这仙疗峰隐藏够深啊，沉寂100年，这是要重新崛起吗？你到底打不打？打，当然打。剑来。什么情况？难道他也是剑体？山河剑诀。云母风土隐身，长河渐落小星辰。林曼是吧？林姑娘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真是好姿态。这酒敬你。安敢坏本姑娘道心？我这好吧，好心敬你，你却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两起都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勒个骚刚，这也能聊？是畜吧，畜生的畜，你们能不能好好打？你干嘛？吃醋了？哼，我跟一个醉鬼吃醋，我吃得着吗？嘴上说着不吃醋，可是情绪却把他出卖了，尤其那双恨不得将顾长歌生吃的眼神，根本藏不住。该死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此人身上怎么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？快使用山河剑意。我们之间真正的战斗现在开始。这一剑有点意思，但很可惜，你还没有练到家。星辰之剑天上来，剑来。我败了，这一次是我输了，我记住你了，下一次我一定会击败你。哦，林曼其实还能继续战斗下来，但接着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刚才他也感觉到对方好像真的灵气，不然在刚才那道恐怖的剑意下，他动弹了分毫，再怎么打也是无济于事。嘿嘿嘿，长歌师兄威武！秋无绝色，月目是佳人，倾国倾城貌，今为天下人，我也记住你了。刹那间，独属于男人的味道夹杂着鲜酿的酒香侵入林曼的鼻息之中，让他一阵迷离。尤其是对方那夹杂酒香的火热鼻息，让他心中酥痒异常，如此大的动物，林曼怎么受得了？哼，顾师兄，他又喝醉了。刘九儿也是目瞪口呆，不断起伏的胸口足以证明他此时内心的极不平静。想不到自己遇到了情敌，早知道就不带顾长歌来了。你竟然非礼我！哼！这一刻早已芳心大乱，内心满是羞愧，头也不回向仙疗峰走去。我在干嘛？哈哈哈，顾师弟果真是性情之人。何人？顾师弟不要误会，刚才不过试探你一番。哼，我认识你。
我乃天旋风萧云，余弟招惹了顾师弟，特意替他来向你道歉，希望顾师弟大人有大量。萧云是谁？不认识。啊！